拿铁第一次迈出国门去了加拿大。作为在加拿大生活过的姐姐，翟奥达到了加拿大，热情地告诉弟弟：“弟弟，这里其实是你的 hometown。拿铁 ，This is your hometown。You'll find music， 追。hometown 加拿大确实给了张拿铁一些文化冲击。刚落地温哥华，到了家，放下了行李，温蒂生怕张拿铁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倒时差太疲惫，立马把他带到了游乐场。到那儿，张拿铁就是一跟头。Oh, that was quite the ending。曾经的我以为是我嫁的这一家人比较离谱，温蒂和布莱恩老两口子存款加一起4位数，还能那么没大心的虎了吧唧的快乐。没想到张拿铁在加拿大的深山老林里，还有一群真正的穷亲戚。那才是真虎真野性，给张拿铁折磨屁了。第二天，全家驱车去了温蒂的表姐家，他家离城市非常远，老两口多少年都不上班了。要是没钱了，就往出出租一些他们家的大拖拉机、大梯子啥的，反正够活就行。一大片土地是祖辈留下来的，贼大。取外卖需要骑马，主打一个快乐。家门口啊有条河，夜深了，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热情地领着到访的来客去跳河。张拿铁看着爸爸和姑姑们毫无原因、毫无征兆，啪啪啪啪一个个全跳进了河里。张拿铁吓坏了，以为河里有人溺水了。你这架势肯定是有生命危险的。别跳水里啦！他俩呢？救人呢！黢黑看了一圈也没看着谁有生命危险的。后来他爸说：“拿铁，爸爸马上游过来把你薅下来玩。”张拿铁才明白，他再在那儿站一会儿，有生命危险的就是他。天亮了，更多的人跳水，17、8度的天儿，7、8度的水，70、80岁的老太太蹬着老寒腿，所有人都在喊张拿铁快点跳，给张拿铁吓的呀。这是张拿铁最后的智慧了，我只要不动，这些外国人一定会把我当成一颗芦苇。这些老外呢，都觉得张拿铁这个老外为什么看起来闷闷不乐，玩不开，一定是想家了，于是想尽办法让他嗨去，开拖拉机、骑马。然后这个家的男主人保罗观察了张拿铁2天，跟温蒂指出了一个问题：哎，你这个孙子怎么不跑呢？你看俺家这帮孙子，那天天在外边跑，你这个你得让他跑啊。其实吧，张拿铁确实不跑，因为我爸我妈平时都特别怕孩子跑，孩子一跑特别紧张，快别跑，别摔着，别磕着。所以张拿铁一直秉承着就是稳稳当当走道，踏踏实实做人这么一个人生观。没想到到了加拿大，这也有错，加拿大人太坏了。这个保罗的丈母娘90多岁了，这老太太想了一个招，让他女婿保罗开这个车撵张拿铁，让他动起来。哎，你看这老太太啊，一身病还不要命。多年以来性格活泼古怪，爱整人，家族人称 The Ghost， 成功给张拿铁吓得嗷嗷撩。咋说呢？张拿铁确实害怕，也是3分怕车，7分怕鬼吧。我以为这几天的酷刑，张拿铁也就妥协了，服了。但是从这些天加拿大传来的视频里，他依然在抓住一切时机、一切缝隙，进行着一些他力所能及的文化反输出。温盖子卡住皮了。Ulenker, pila. Kedula. Pizza. We like the pizza. The pizza is good. Pizza very good. 温蒂终于找到了全中国他最喜欢的景点——成都荷花池小商品批发市场，相当于西南义乌。温蒂在成都看完大熊猫，回酒店的路上路过了一个批发市场，在这里他的世界崩塌。刚在景区买的熊猫，他花45，这儿一模一样50一兜子。更夸张的是，他在这里找到了很多他在加拿大重金买的东西，比如他和他俩闺女3个女人集资在加拿大给翟奥达买的生日礼物，100多刀的卡通小相机，比如他给我妈花180刀买的碗，还比如温蒂老公一直想买又舍不得的大金表，都以3到40人民币的价格摆在了他面前。温蒂心情很复杂呀，他的第一反应是他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蒂震惊了，他跟我说：“你妈要是知道我给她买那个碗在中国就能买着，而且才35块钱，不得生气呀？我要是她，我当场就得不高兴。”我说：“别担心，温蒂，她其实现在跟你也没好。”温蒂就开始琢磨了，想买一大堆大熊猫回加拿大卖，结果发现有一个嘴缝反了，长得挺反讽的。温蒂说：“这个有瑕疵，让老板给打折。”老板说：“你要想要没瑕疵的，你就买旁边这些贵的是纯外贸的。”这是外贸的哈，真的。温蒂说：“我知道，我这些年买的就是这些纯外贸的，要不我咋穷呢？我就买那些有瑕疵的，我再把它们缝回来。”我心想，这老太太还真是个苗子，这哪是我婆婆呀？这将来就是一个进出口口岸。我说：“温蒂，好好说，别着急，你好日子搁后头。”然后温蒂跟疯了似的，下午去了一次批发市场，晚上还去，第2天还要去，第3次去时候我因为有事儿我没去。最后当天是张拿铁和翟奥达全程陪同。我不放心，往翟奥达包里还塞根词典笔。到了小商品市场，张拿铁搬个小凳往门口一坐，就特别像等媳妇逛街，心里着急去打麻将的老头。发饰区、手串店、中
钟表店，温迪在水钻、假玉、假玛瑙之间流连忘返，而且还学会怎么讲价了。因为温迪出门之前，他的哥哥我爸给了他3条锦囊妙计，都写在了纸条上，怕他没大心给忘了。第一个是对半打8折，第二个是甩头转身走，第3个是回头抹个0。我一看这锦囊都是英文的，我说那你们当时咋沟通的呢？我爸说这锦囊包括他们要买啥都是有道词典笔翻译的，这个6000万超大词库能做到有问必答，杂要答英汉之间有啥问题随时问，还能跟有道词典笔里的 Echo 自由聊天，真人外交练习。哎，能去了。我说行，挺好，你们去吧。有道神笔划一划，文化壁垒算个啥？温迪带着锦囊就出发开始实操了，看着个红裤衩问人多少钱，老板说45。温迪按照锦囊第1条对半打8折，用手机一算说18，老板说不行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外国人吧，他一旦了解了什么流程，他就死守。第2个写的是甩头转身走，温迪二话没说呀，抱着拿铁就走了，走得很突然，都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，也没讲价啊。人老板以为他还要撒尿憋不住了，撒尿憋不住了，根本没有人喊他，人自己转头就回来了。最后1块钱没讲下去，回来跟我说你爸这锦囊也不好使。我说那不得叫你再回来吗？他说那那你爸可没写，那你爸可没写。最后一站，温迪走入了他神往的钟表区，说要给自己老头送个钟，因为他手表的指针不走了。我说你要是老给他送，他生命的指针也够呛，也够呛。不过没事，温迪，你好日子搁后头呢。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，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，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，你看完心疼。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，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。我问我妈，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，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？我妈说我不放心，我觉得太危险。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。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。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？第1天坐船出海，在海的正中央，我婆婆提议要跳海。这一个提议出口，我婆婆、我老公、我小姑子在奥达，衣服一脱，噼里啪啦全跳下去。然后张大铁那胆小，就说水里有老妖精，就不下。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，离他特别近。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，我越说他越害怕。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，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，你马上你就接住。他一进水，他发现没事儿，那他就不害怕了。大胖媳妇说行 ，OK， 我接他来吧。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， 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一听我很惊讶，我寻思啊，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，你看平时挺虎，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。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，咱们要把他扔下去。2秒钟才飘上来。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，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，家里有。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。温迪提议要扔我妈，后来温迪自己退缩了，没敢碰我妈。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？早达说，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，她心脏里有支架，坏了赔10万，奶奶就走了。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，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。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，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，本来也要出席，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，人家竹筏划着划着，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，说太热想游泳，人船夫说不允许跳。大胖媳妇说我就想跳。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，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，不赖我。我要是让你跳，那这就是我的责任。大胖媳妇说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被有人掉水里了。掉水了。我在晚宴上，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？遥远的看出去，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，因为身上太臭没让他俩进，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。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，它能拯救拉胯侧颜，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，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，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，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，那个船开的特别快，特别颠簸，很吓人。我们全家都上了，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。这船上最老的65，最小的才3岁呀，人家在海中央停了，开船的人朝我们喊：“哎，你们想掉下去不？”我说啥？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，保证你们全掉下去。这个事儿回国之后，张大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：我说我不掉，我奶说掉，我要掉。我说干什么玩啊？谁跟你跳呀？我奶非要掉。我说你可拉倒吧。哦，那你可挺厉害哈。然而实际上，张大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：我说我不掉，非让我掉，干啥呀你们？